真假全涂，但是呢不包边，除了边边不包，整个甲面给它刷满。对，也不用去考虑就是边角这些位置，只要把整个甲面上彩绘的部分给它刷上就可以了。这个我没有抹甲片尖尖上啊，可能会有点小堆胶，有小堆胶的话，我会给它摁掉。照灯120秒。好，照完灯我们开始上色。这个花花的部分啊，荷花的部分，我们还是用一个，我想一想，调一个色吧。那先来调一个色吧。首先取这个朱红色，放到调色盘上。朱红色放完了之后，放一点玫红色。玫红啊，刚刚用的是这个，然后现在我们放这个，这个玫红色。玫红色和朱红色，就是想让它有点偏玫红，但是呢又不想让它这种就是紫调太重，就给它加一点朱红进去。好，混合一下。如果说哪一边多了，我们就再加另外一个色进去。好，只要它两个颜色一样1:1啊，偏正就好了。然后我们再加那个黑色。好，这边正好有黑色，这样不加黑色，我们直接加褐色吧，就可以一点棕一点黑啊。我们直接加这个褐色。好，这边取一点褐色。啊，取色的时候你可以转着笔，这一面揉完了，翻一面揉，侧边揉一下。翻一面揉，这样子笔毛不容易被你给搞歪。因为经常用一个方向去揉的话，笔毛很快就歪了。揉完了之后，这个颜色一下就变暗了，对不对？这个棕色你们适量的去加啊，不要一次性一下子给它加太多了，加太多它就会有一点点太黑了。对，又给它送一点颜色进去。好了，可以了，这个颜色就调成了。除了会用到这个颜色，我们等一下什么黑色啊、白色啊，仙褐嘛，黑色和白色，然后还会用到一个褐色。褐色的话，我再多取一点，因为褐色最后我还要画那个叶子。好，再取一点褐色，先放到旁边备用啊，先准备着。调完色之后，我们就可以涮一涮笔，控一下水，捋一下笔毛。如果说你调的这个颜色水比较多啊，它状态还比较清透，没有干的状态下，我们可以笔尖上啊轻轻再点2下，对，吸掉多余的水分。毛尖儿给它捋直了，笔尖上轻轻的去点一点颜色，毛尖尖轻轻的点一点点颜色。因为这都是基础课里面的内容了，我不会再多讲了啊。我们在笔尖对准花瓣尖尖上，好，压笔侧推，好，走锐字侧推，往下渐变，到了莲蓬这里颜色就要消失不见了啊，就有一种清晰干净的自然感。然后很多人宝子在做这里的时候，它会就是边边上做出来有点毛嫩嫩的，对不对？不干净。那么我们用笔，这个时候笔上没什么颜色了，我们用笔尖顺着边边上带一带，笔尖顺着边缘轮廓勾带一下。OK， 这样子勾带一下，它边缘轮廓会清晰一点，而且的话也不会说边缘轮廓很深，让它感觉很生硬，因为那个时候笔上已经没什么颜色了，你只是把它的边边上描一下，给它带干净。好，一个花瓣就完成了。我们接着来毛尖尖取色。好，这边边角，笔尖的颜色深色、重色先放到花尖上，因为水彩的话它是随空气挥发的，会干得特别的快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那笔尖的颜色和水分会优先接触到甲面，流到甲面，挂在甲面上面。那这个笔尖，而且毛又比较少，比较细，那它的储水量肯定也不好，对吧？那也不会储很多水，不像笔触，所以说它干得最快。如果说发现颜色刷不上去了，或者是你的笔走起来一点都不丝滑，很涩、很钝色，那这种时候你就需要去湿笔重新控水。好，往下拉。
好，这个花瓣填完，再来，我也可以这样侧推，跟着花瓣弧度侧推，往下，转弯的地方这里勾一下。这里勾的原因是因为这里花瓣有叠压了，它跟下面这个是不是产生了一种叠压感？所以说我这里会去勾一个边线，再描一下，线条太实的话，再描带一下，弱化一下，好，轻轻的若隐若现的勾一下，如果说等一下觉得颜色不够的话，你可以等下一层干了再给它叠加一层上去啊。对，如果说这半儿，比如这半儿我就觉得颜色不太够，我又会给它叠一半上去。收下来，边边扒拉一下。对，用已经带过色的这个笔尖儿去轻轻的带一下它的边边。花心，花心这里的话，我是用的棕色加了一点橘黄。这里就不是这个褐色了啊，比褐色再就是黄一点的这个棕色。好，棕色取到调色盘上，看一下。好，然后再加一点这里的橘黄，橘黄和棕色混合一下。OK。取色和调完色之后都要轻笔控水啊，重新去蘸取。这里莲蓬的，做上面添色，填完色之后往下推，填完色之后底座往下推。压笔你要看清楚花瓣的轮廓哟。好，一笔一笔的这样填上去。看清楚花瓣的边缘轮廓，你别把花瓣的边缘轮廓也填上了。不过莲蓬底下可以再加一点棕色，莲蓬底座这里可以再加一点棕色。对，主要是为了那个阴影轮廓。扫一下，中间给它加一个洞洞，毛尖儿点一下。也不要点的太深了，太深了又给它抠掉一些。或者说你觉得有点太密了，你可以把中间又重新擦一下。就水彩的话，它遇水就化，所以说你要改错呀，这些都会很方便。剩下的几个花瓣，我们也现在把它填上。我这里就快速一点哦。
等一下，你觉得哪一半不够，你还可以再去添一层，就重复再去操作一层。那这里的话，我先快速的。这两个侧面小小的意思意思加热就行了，太小了，意思意思就可以了。就这个渐变啊，一定要清晰干净。然后我们可以就在现在，我们可以就是取一点颜色，把它的一些轮廓填一填，倒是 OK 的。但是我还想再把这个再加深一下，对，又重复的给它上一层，这两半儿。把莲蓬遮住一点儿的这两半儿，对，这两半儿我都加了一层。好，取一点点颜色，哪些位置呢？比如说产生叠压的莲蓬这个位置，边线勾一下。好，像这些花瓣的轮廓产生叠压交错的这些地方，可以带一下。这个花花的话，我就不去画它的翻折面那些啊。如果说你觉得你想给它中间画一点点那种就是背面的那种经脉也是 OK 的，或者是你想去做一点翻折面，跟参考前面其他的荷花啊，可以的。但这里的话我就不了，这里我就想要让它这种胖噜噜像桃子一样的这种花瓣轮廓。好，然后这旁边还有一个莲蓬，哦不是莲蓬，还有个花骨朵儿，老是喜欢说莲蓬。有一个花骨朵儿做郁金香的方法，基础课里面不是有一个郁金香，就很类似于这种做法吗？我们先把第一层侧推，先去做一个干净又清爽的渐变，这里可以浅一点点啊，可以浅一点点，然后我们再把它旁边，有那种其他的花瓣轮廓，对，比如这里加一点点，你颜色先加到花尖上嘛。好，然后再慢慢的往下勾带，往下勾带。就比如说旁边呢，有可能这里还有一个花瓣有叠压，你颜色先推上去，推到花尖上，好，往它的内侧，扒拉一条轮廓线，若隐若现的那种轮廓线出来。好。如果说你要叠加颜色的话，你一定要等它干了之后再去叠加。好，带一下边边，带到底座，只要能看到有一种若隐若现的那种轮廓感就可以了啊。花苞、枝干我们肯定就用刚刚取的那个深褐色来画啦。枝干我们给它推上去一点儿，好，从它的这个底座花心底座这里起笔，好，用笔尖侧着将颜色推下来，OK，杆儿就画好了啊，然后把上面这只仙鹤也给它画上。仙鹤这里就简单粗暴很多了，我们先把它头顶那个我直接用朱红色，就刚刚我们调这个颜色的时候用到了一个朱红色，因为它要鲜艳一点嘛，我们用朱红色，在它的头顶位置画一个半圆儿。头顶位置画一个半圆儿，画完之后我们直接用黑色。好，
灰色，把脖子颜色给它填上，头部、嘴巴，中间就是它的头顶啊，这个红颜色的鹤顶红，下面这里可以留一个白色的小空间，不涂啊。好，然后把它的羽毛、翅膀这些轮廓走一走。背上，那这些地方就走这种小绒毛就可以了啊，走虚线。好，开始要画它羽毛外的这个羽毛的线条。先给它排几根儿，打个底线。然后它的那个羽毛的话，黑色给它画到嘎吱窝，压笔托笔，压笔托笔，压笔托笔往身体去，好，越来越短，往身体去。勾一点小绒毛，对，打小勾勾。屁股上，再取一点黑色。这边的羽毛，这里转弯的这个地方啊，给它加深一点这个线条。羽毛根部揉推，揉往外推。有一些线条我们可以去带一下，做一下雾化。就带了之后，看这种有一种黑色的雾蒙蒙的这种感觉。等一下用白色去叠完了之后，它这层次感、轮廓感就会很明显。把这些黑色的羽毛根部，就身体内侧啊，我们去进行一下揉边。对，屁股上的毛毛。如果说在揉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颜色被破坏的比较明显，我们可以再给它加一点点。好，加完了之后，白色，取白色。白色的话，我们可以取到酸奶的一种浓度，就是能画出非常清晰明显的线条感，要接近一种彩绘胶的一种浓度。好，取出来放到调色盘上。OK， 比如说羽毛的这里，翅膀的这里转弯，侧推出去。
骨头转弯的那里给它加深，主要是为了让那个地方转折感更明显一些。好，从背上加一点白色的线条到脖子上。笔干了，就是用水打湿一下笔尖，重新将颜色化开。好，中间打勾勾，勾一点小绒毛。拉一点线条。OK。不行了，哎，再勾。胸前。羽毛中间再加一点啊。白色的线条。一笔一笔的这样拖上去。这一步加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加这个黑色。对，白色加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加黑色哦。画一点羽毛感。尾巴上，就你们看纸上面，哪些地方是我们需要去加深的。好，差不多，深色的部分我们搞定。接着我们用棕色啊，比如说这个荷花它的一个枝干，一些荷叶。
加上一点墨点儿。我看一下墨底儿用什么颜色？哦，白色。笔上多取一点白色啊，颜色可以取浓一点，大概在牛奶浓度。给它弹一点这种墨点上去。这个手法在12期法里面也是有的啊。黑色的脖子描一描。那有时候墨点儿可能会把一些细节遮盖住，我们可以再复描一下。OK， 选择一个古风汉字贴纸，贴上去。如果说你字写的比较好的，你可以自己手动的去写啊。我是因为写不好，所以说才贴。我的字一写出来就是被嘲笑的，算了，还是不写。这里等下面的水彩干了，你直接贴贴纸就可以了。好，贴纸贴平了之后，我们甲面上涂一层铬粉磨砂，这里不是水彩磨砂咯，是铬粉磨砂，整甲全涂。好，铬粉磨砂涂好了之后，拿去照灯120秒。这里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等一下我磨魔镜粉的时候啊，不要挂到甲面上。黑色拉线笔取这种黑色的微雕胶啊，就这种微立体浮雕胶，给它画一点烟雾，肯定是往这个地方画呀。好。中式烟雾的画法就是拉横线，然后转一个小弯儿，在转弯的地方把这个线条加宽，勾横线，横线画细一点啊。横向勾线的时候，我们画细一点，转弯的地方加粗。好，拉横线，细细的拉出去。转弯的地方压笔，就跟画玫瑰花瓣一样。好，加粗，加粗之后横向拉细线，横向拉细线，好，往下弧度越来越小。好，往下弧度越来越小。我就加在这一面了，这一面可以适当的加一点啊。中间看你要不要加咯，我们中间要不要加呢？加一点线条出来吧，来把这条线拉一点出来。OK。
旁边再追溯一条短一点的，2根平行的线条，一长一短，这样子错开来。OK， 拿去照灯。好，然后给它抹上这个魔镜粉，这个颜色古铜色，抹干净啊！我喜欢用手指头抹，抹出来质感还挺好啊。好，抹干净，抹干净了之后，你可以用小刷子扫一下上面的一些残粉，我拿到外面去扫。对，一些浮粉给它清扫干净。清扫干净了之后，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个步骤，上底胶。先别急，我们可以先把边边上的一些，如果说有一部分水彩啊，我们做到边缘上的，我们可以先把一些边边上擦一擦。好，没事的情况下，我们再去上底胶。底胶上完了之后，我们再去上封层。好，首先底胶整甲平涂。整个甲面涂满，边边上也要涂满。对，整甲全涂，轻一点啊，轻轻的去刷，要不然魔镜粉容易浮粉。好，轻轻的去刷，最后不要忘记包个边。我这个甲片根本就没磨过，尖尖上就不包了啊。因为有可能我后面会磨一下。好，底胶整甲全涂，包边照灯30秒。好，底胶照完灯之后，我们再来涂封层。封层也是整甲全涂啊，边边上一定要跟底胶重叠，边边上。好，整个甲面。甲边、甲沟两侧、侧边、侧底线，好，整个甲面包边啊，这里包边我就不包了，因为我等一下要修指尖。好，然后你刷完了之后可以倒置一下，因为封层我比正常的量稍微多刷了一点点。这个封层是软性封层。不是那种钢化封层、镀金封层，或者是那种钻石封层那种硬性的啊。如果封层发黄，也不适合这种厚涂。尖尖上和后缘的胶往前扒拉扒拉，带一带，让它流到我们的甲面中间去，形成一个弧度。好，然后你在回正的时候，1秒钟之后，让它往两边过渡一下，照个灯，定个型，再去整体照灯啊。然后这个时候下面的那个，刚刚加了线条那个魔镜粉的微雕胶烟雾，中式烟雾，就不会那么的凹凸不平，就会有一种镶嵌感。好了，这里我就拿去照灯了。照完灯之后，主甲部分结束，然后我们来操作副甲部分。接下来看一下这2个主甲，另外2个主甲啊。然后这个的话，中间画了一个花骨朵儿，它的底色跟大拇指一样，都是乳白色打底，然后那个雾霾蓝雾霾蓝透灰蓝色，在我们的左上角这个区域画了一个色块，然后边缘去进行了一个雾化。就像无名指这个的话，是上面画了一个荷花，但是呢是反向的啊，要从这个角度去看。构图和刚刚我们纸上演示的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边的荷花花瓣延伸的方向是往我们的左下角这条边线上面去做延伸的，而大拇指是往我们的右上角这个边线去做延伸的。好，然后这个鹤的姿态的话，刚刚在纸上演示的第2种姿态啊，把这个底给它打出来。这个色块的晕染是在指尖这个范围，还有我们左上角这个范围，留白的空间是在右上角这片区域是留白空间。好，然后这个打完底之后拿去照灯，等一下上色的部分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仙鹤上色的部分。
接下来把这个无名指上面这个主甲仙鹤画一画，还是用的黑色，取到调色盘上。黑色取完了啊，这个朱红色直接取一点朱红色，这里调色盘上有，我就不取了。好，朱红色，先把这个仙鹤脑袋顶上画一个红色的半圆，在脑袋顶上，不要画太长，尽量可以画的圆一点。好，一个半圆。然后接下来我们刚刚取出来的这个黑色啊，这个黑色从它的下巴到嘴巴尖儿上面，好，填颜色一定要填均匀。好，我把中间的颜色都填得很均匀。接下来羽毛，翅膀羽毛的根部，好，屁股上，好，下方的这个小羽毛，注意观测这个位置哦。好，中间就这样勾两笔。亲笔控水，来将这种羽毛用毛尖儿啊，只用毛尖尖，毛尖尖打圈圈，将这种羽毛的根部揉化开，然后侧推往外推。好，往外扫。又勾了一层，好，扫一扫。然后我们又取白色，超高浓度的白色。哎，这个白色我们尽量取到一种酸奶的浓度，就是非常浓稠，接近于彩绘胶的一种状态。好，用白色在仙鹤的羽毛当中，对，打勾勾。好，胸前用白色拉一点这种线条。好，然后这个仙鹤咱们就画好了啊。对，就是这么简单。
哒哒，褐色，深褐色，深褐色里面可以加一点红色啊。好，在这个荷花的旁边，我们画一点荷叶，记住是带这种波浪形，哎，波浪形，周边的哦。想要面积宽一点，你就记住压笔侧推。好，侧推完了，侧推完了之后，看这种边线，其实就是我们在侧推的过程中带动色胶游走，侧推游走形成的这种水圈。干了之后就感觉好像是我们那种它的那个经脉一样，这个可比手动勾出来的更自然哦。然后你在推动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改变这个颜色，你看在推动的过程当中，笔尖推着颜色走，不断的去改变这个边线的一个方向啊，它就可以一直跟着你想让它怎么变就怎么变。好，就这样子随意一点，等它干，干了之后给它喷喷喷，点一点墨点上去。这个墨点儿我们点上去了之后啊，可以沿着荷叶的边边给它加一点点，对，这种大块的白色色块儿。加完之后，你还可以轻轻的把它的这些这种大色块啊，边缘轻轻的这样给它揉一揉，哎，柔化开，到时候会出现一种雾蒙蒙的感觉。嗯，好了。等它干，这边我要贴个贴纸啊，就像大拇指一样贴一个字母的贴纸。贴完贴纸之后，这两个我要给它上一个隔粉磨砂，加一点点这种中式烟雾在上面。如果说喜欢不那么复杂的感觉，我感觉你们做到这一步就可以停手了，这样子很好看我感觉。就上一个磨砂封层，复杂中带着点干净，但是我还是要把它做完。就是说你们如果说就是喜欢这种感觉的话，可以做到这一步，底胶磨砂封层之后就直接结束。接下来的话，两个腹甲的位置，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晕染。这个晕染的话，我们可以用墨蓝色，也可以直接用这个棕褐色。好，记住是褐色哦，不是那个深棕色。就是你色卡上面的这个颜色。我们取这个褐色来给它
做一个晕染色块。整个走样的话，我们做成一个这样子斜向的。好，这样斜向的。斜向的色块边缘肯定是这种弧度是不规则的，有大弧度，也有这种小弧度啊。然后边缘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下揉搓，改变一下它这个色块的一个走位。揉搓也是在上边儿，然后这里下边儿。好，可以了。如果说你觉得这一块太深了，你也可以给它揉掉。但我觉得还好，我还挺喜欢这一块深色的。嘴上说着喜欢，但是我却把它揉了。OK，就这样吧。做一个简单的这种云雾式山丘云雾式的这种晕染，用的就是平涂色块，然后揉边、揉边洗色等等。好，等它干。干了之后，我们要去上一层铬粉磨砂啊，记住哦，是铬粉，因为我们那个金属线条也要在腹甲上面给它来2根儿。好，薄涂一层铬粉磨砂，照灯120秒。来，把线条画上，先画一个粗一点的线条，带转弯的这种。好，拉一点细线下来。好，这细线在中间过程当中还有产生转弯，转弯的时候把线条加粗啊，但是不用那么粗了啊，可以是比上面的这个稍微细一些。线条有粗有细啊，但是粗细的这个变化过渡，这个弧度一定要非常的流畅。好，拿去照灯，抹净粉抹上去。清扫一下余粉，然后在整体底胶封层。那这个款式就算是结束了。其实这2颗封成雾面的也挺好看的。底胶封层刷上看一下啊。对，雾面好像是挺好看的。那就要很麻烦，就麻烦一点，要把这个金属边框，不，这金属线条给它勾一遍，用硬式封层给它勾一遍，然后下面的
这个磨砂底不变。